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哥。大家好，我是 Carol。那双十一准备来了，又到了大家换琴选琴的一个好时机啦。那苏哥我自己呢，开琴行也有7、8年的时间了啊。那结了我这么多年卖琴的经验来说呢，我相信啊，这期视频可以很好的给大家一些比较中肯的选琴建议哈。当然了，还不够，我还请来了我身边这位 Carol 小姐姐。那她是负责我们大叔音乐屋日常的一个销售还有运营这一块。那这些视频呢，我会跟树哥结合弹琴还有销售2个方面，给大家一些不同的一个建议，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选到更合适自己的琴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OK， 我现在手上这一针呢是卡普马的 EAC， 这个是恩雅的X0。那这2款你会怎么选呢，树哥？这2款啊，首先呢都是500-600元的一个入门神器啊。虽然说500-600元，但是在品质上面呢，其实这2把琴都不会说大打折扣的。而且啊，恩雅X0这一款呢，它的一个材料是 HPL， 它这个材料其实最起初是在马丁身上看见的。后来恩雅就也沿用了这个材料哈。那这个材料它有2个大的优点啊，第一个呢是一个外观塑造的话会比较容易，比如说你想要什么木纹都可以弄出来，相思木的木纹对不对？对。然后面板是一个云杉木的一个面板。正常这个相思木的话，它不会在这个价位出现。是的，所以呢是很好去塑造这个外观的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它这个材料是完全不用担心开裂啊，所以在保养上面是非常方便的。但是对我个人来讲啊，我是一个弹琴有15年琴龄吧，差不多，所以呢，我会更喜欢手感还有音色上面的一个追求。当然，我个人在音色上呢，我也会更喜欢这种木头味道多一点。所以如果给我选的话，我会更偏向于这个木头啊，也就是 EAC 这一款。对，那这一款的话，我们确实一直以来销售都非常好，就是那个销量。但是呢，这个上新了之后，确实现在有不少人会买这款X0是吧？我觉得可能2款的话，因为音色也差不多，所以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外观的选择吧。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外观去选。X0颜值高是不是？挺好看，我觉得它相思木背板就很好看。对。对啊，如果像我这种爱音色的，我会考虑这个。女生喜欢颜值多一点嘛。反正我听不出来。对，所以按照自己需要去选择就可以了。其实这个价位2款琴都很不错。因为这一款是全 HPL 材质的，所以说你就不用担心这个保养的问题，就是基本上你放在那里也不用管，它也是好好的，也是可以用很久的那一种。那树哥手上这一款呢，就是布洛克的 V12，我这一款呢就是雅马哈的 F600，这2款琴也是很多人在这个价位会有选择困难症的这2个。确实。你会选哪一个？首先也说一下价格，2把琴的话是一把998，一把是989，对不对？那对于这2把琴来说呢，我会选择一个配置更高一点的。比如说这一个呢，它就是一个单板吉他嘛。那单板的话呢，它在音色上面就有一个很好的提升。那提升完以后的之余哈，它还能给到我一个舒服的手感啊。你比如说它的琴颈挺薄的，你在握持感上面是很舒服。比如说你按一些大横按啊，都是比较轻松一点。你看初学入门，要不就500块，要不就1000块嘛。这个价位的话，如果你能做到手感舒服这把吉他，首先它可以解决你%的问题。它可以解决你90%的一个问题了。因为很多时候你在练吉他，一到了这个 F 和弦的时候就会放弃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手感舒服，有一把好的吉他呢，那你在学习上面也会更加有兴趣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玩一些歌曲的时候啊，也会更加爽一点。对。那我来讲一下我手上这一款雅马哈 F600。那配置上来说呢，这一款确实是单板，这款是合板。那配置来说，肯定是这一款更高一点。那但是呢，新手入门选琴的时候，第一个它是雅马哈大品牌嘛，你拿上手肯定是比较有牌面的，国际大牌，对吧？那第二个呢，我觉得是我这个
直板，我是体验过才有明显的一个区别，就是它是更窄的，窄一点，对，它会更窄。然后对于我这种小个子啊、手小的人，比较舒服，对不对？是非常的友好的。像那个什么和弦来着？这个是什么和弦？就是我要F7对要同时大拇指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要同时握着6弦的，这个我就会非常好的能掌握。像这种的情景的话，我还是比较费力一点，只能按住166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优点吧。但是呢，这个只有一个低筒可以选择，所以你一定要165以上才考虑。像我这种小个子的话，抱的还是有点大的。那当然了，如果说你可以适应的话，还是没问题的。而且呢，还有一个点就是它是合板的嘛，所以说你如果是在一些地区天气比较极端，例如说比较干，西北地区这种的话，你也是可以往合板去考虑的，因为它就确实不需要怎么保养。对，单板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湿度的这个问题。对对对，总体来说它就是很耐造，性价比高。那树哥这一款呢，就是小金鱼的反洗人的。好了，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只呢，就是反洗的小金鱼 S1。那我手上这一把就是麦杰克最近的新品繁星，颜值超高这一把的琴。但是两把琴来说哈，麦杰克呢，它其实怎么说，是很早就已经做琴了，06年就开始做。那其实反洗小金鱼的话，它是这2年才兴起的一个品牌。但是我有跟伍白白去比较深入的去聊过天哈，也跟他见过几次面。他是一个很执着的人，就他会把一把琴的一个手感还有音色一定要做到极致，才会把这个型号给做出来。所以在1280这个价位来说呢，我觉得性价比是真的很高。因为怎么说呢，它虽然标价1280，但实际它的市场价格呢，其实能去到差不多，我觉得是1800左右，是一个云山桃花心木的一个面单配置啊。1800，评价这么高？对，真不骗大家。虽然我是颜值党啊，但是呢，我不否定，我还是更喜欢音色还有手感这一块的。如果真的要我选择的话，我会选择让我上手弹的时候更舒服的那一款琴。虽然我也很喜欢繁星，对吧 ？OK， 那这一把琴的话呢，它怎么说？虽然素了一点，但是它给我的一个音色反馈啊，还有它的一个整体手感，我觉得它这个手感的话，它这个琴颈比刚刚的那个 V12要更薄，但是指板宽度会稍微宽一点点。我们按弦的时候，特别是你玩指弹的时候，你的容错率会高。比如说你按了这个5弦3品，它不容易碰到其他琴型，我觉得这样是挺好，给我一个手感反馈是特别不错的。那整体音色的话呢，也是很通透啊。所以这一局我占小金鱼 S1。那我这一款麦杰克繁星呢，它一上架，然后我们就已经销售了好多支出去了。对，确实卖爆了。我们都还没有告诉大家这一款琴出来。对，我们也没有做过视频。对啊，就好像自然就带动了这把琴。可能是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个麦杰克，它就是一个老品牌嘛，其实大家对麦杰克这个品牌还是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在的。对，加上它以前都是做高端的一个吉他，然后现在它出了这一款比较亲民的一个入门价位，就是也是1000到1500之间的这个价位的，加上它还给它赋予了这么好看的一个颜值，我觉得这么多人选不是没有道理的。那当然手感的话，我2把都弹过，2把弹过，对，确实反洗会更好，反洗更好。对啊，毕竟我知道伍拜拜他对这个手感的一个要求比较高，极致的一个追求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弹起来也没有说不顺手的感觉，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舒服的，加上它颜值好，那我觉得如果你是考虑又好弹又好看的，那我觉得肯定是考虑繁星。繁星，女生啊还是喜欢颜值多一点啊。你看像我们这种技术党的就会考虑S1了。那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卡普华 F0呢，它是有一个手感 Plaque 的一个打磨技术在这里。没有的。是的，没有的啊。没有。有。没有。有。没有嘞，有的话它这里会标的。那就没有。烦死了！
那树哥这一款呢，就是卡普玛的 F0啊，我这一款是恩雅的 Q1 去大树定制的一个联名款。那你看一下它的面板。其实我是名颜值担当啊，我会选橘子树。这两款颜值，你觉得哪个好看？橘子树不用说，说了就是橘子树。首先它是个复古的面板，就是做了一个复古黄的一个漆面，然后它是全亮光的。然后 F0的话，它是背部是哑光漆面。对，我背部是哑光，然后面板是亮光，会有点不一样。漆面的话，还有纸板的镶嵌，我们加了一个大树主题的一个树枝、树叶的彩背啊，彩背镶嵌进去的。你弹琴角度来看的话，觉得哪一款更合适？日常练习的话呢，我会首选 F0，它能给到我一个比较舒服的手感，整个琴颈会薄一点，然后指板呢也会相对窄一些，所以呢，像女生啊，或者像我这种手大的人来说啊，握持感都是非常舒服的。那另外的话呢，F0它整体音色会更加的亮丽一些，日常练习的话更需要听到这种比较亮、比较大的声音出来。但是如果平时拍视频的话呢，我肯定要选这个橘子树的，因为颜值担当就在这里啊，而且它的音色手感也是比较暖，整体音色给我是很耐听的啊。如果你真的要我去选这两把琴的话，我会两把琴都选。对。两把琴都选，没有什么好顾虑的，就是两把琴我都喜欢。这么贪心，真的爱了。那这两款呢，我们很多顾客都会问到底有什么区别，怎么选？那你外观的话，你们刚刚也看了嘛，就是好不好看？我觉得 F0就相对会素一点，然后 Q1 去呢就会非常的华丽，对，华丽很多。对，而且我现在还加送一个夏博 C 变调夹，还不够华丽之余，还要再加个夏博。对啊，就是加赠一个158块钱的夏博变调夹，那真是。所以我一般会推荐客户会优先选我们这个橘子树的。就直接把性价比拉满。对，如果说是音色来说的话，这个会比较亮丽一点，这个会比较暖一点，那也是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去选的。这个是我们联名款，就直接把性价比拉到最满，就是性价比拉得更满。那树哥手上这一款呢，就是麦杰克的茉莉，然后我这一款就是卡普玛的 F1，他们的旗舰系列。那看一下它的外观，我觉得麦杰克的话，它整体是比较中国风一点。对，而且它箱体会小一点，有没有发现？啊，对，都是 J 筒型，会窄一点点啊，整个箱体会稍微小一些，应该会更好抱一点啊，更好抱一些。然后整体我觉得这个设计给我一种很温柔的感觉，温柔，小女生小鸟依人的感觉。然后卡普玛这一款就比较现代一点，对，现代化，它是比较基础款式吧，然后有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镶嵌。那两款的话可以看一下琴头。琴头这一块，琴头的话，我觉得麦杰克它是一个很有一个自己特点的一个琴头，然后卡普玛也是两个琴头，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个？对。然后我也注意到它背部啊，这里。背部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旋钮，然后这个是封闭式的，就复古一点麦杰克。我觉得它会配上它整个设计的话，更加的复古一点，复古中国风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实木的包边确实真的很好看，质感很舒服，是不是？看上去碰上一些颜值非常好的一个琴，就离不开眼睛，就很好看。要不我跟你换一下？不用。卡普玛这一款有什么特点呢？首先，它 F1以上的一个型号呢，都会采用这个 PLEC 技术，就是每一把琴出厂之前都会经过这个机器去打磨它的品丝，而且是精细化打磨，就是有数据化的，所以它可以做到非常低的弦距都不打平，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质量所在，而且它整体的这个漆面质感没得讲，就是我们卖很多琴的话，基本上是卡普玛很难挑到瑕疵。2000左右的销冠嘛，可以说。对，是的。差不多。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选哪一款？这两把琴哈，首先的话呢，我也认同，其实卡普玛 F1它这一款的一个性价比在2000左右是很高的。但是真的要给我选的话，我可能会考虑麦杰克，毕竟苏哥也是个颜值党嘛，对吧？箱体小啊，如果是我经常在练习的一个状态下呢，我肯定要选择这个茉莉 M1的，它整体这个箱体会小一点点，对比 F1哈，那我在抱持感上面也会舒服一些。同时啊，麦杰克它这个品牌呢，它主打的就是指弹琴，那指弹琴它在手感弦距方面就会做得很低，都不打平，都会很舒服的一个状态，跟卡普玛有点像，但是没有用到他们的技术哈。那所以啊，结合到我们的一个颜值还有实力的话呢，这个是并重的，我觉得啊，我会首选这一款。
那这两款呢，就是伊斯特曼和雅马哈之间的较量了。因为这两个品牌也是经常被拿在一起对比的。对。那这一款呢，就是伊斯特曼的 PCH1，然后我手上这一款呢，就是雅马哈的 F800。来对比一下它的外观。首先800它是一个全亮光的一个配置，对，低筒型哈。然后 PCH1呢是全哑光的，全哑光。整体感觉吧，风格呢这个是比较传统一点，然后 PCH1会比较偏美式一点那种感觉，美式复古。我觉得这两款的特点呢，首先它的音色它会比较靠前一点，比较清脆亮丽。然后雅马哈这一款它是比较浑厚一点、结实一点的，中厚感比较强。还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伊斯特曼它是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指板会非常的宽一些，就大概宽个1mm 左右吧。1mm 对，对于一些比较偏向于那种国外的那种大手型啊，所以他们就做的稍微宽一点点。就整体都是比较美式的，就手大的、手指粗的，他就会喜欢宽指板一点。对。那如果说你是新手啊，那如果说是手比较短呢，就适合这种窄的指板一点。窄指板对。那树哥你会配哪一款？我会配 PCH1这一款。虽然它的这个指板会宽一点，刚好呢适合说这种香肠大手掌哈，拿上手呢是握得刚刚好的。那这种的话呢，我们玩指弹是特别舒服啊，容错率高，因为它指板宽嘛，不容易碰到其他琴弦，而且它整体音色呢给我是很舒服的，就是不刺耳，很耐听的一个声音，所以给我呢是很 nice 的一个感觉啊，质感也很强，哑光质感。舒舒服服的。那我们这两把也是卖了非常多把出去了，我觉得它的耐造程度是一样的，不只是雅马哈才耐造我觉得伊斯曼也非常耐造，一样，就基本上售后率非常的低。对，就是不管你是南北方，我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我们可以这样选择，弹唱档选800，指弹弹唱都玩的话呢，可以考虑这个 PCH1的。还要结合一下这个品牌，还有对外观的一个喜好，毕竟一个是传统，一个是复古的。是的，是的。那这次又是我们的老对手雅马哈 PK 这个伊斯特曼了。那这两款的话也是经常被人放在一起去对比的。对。那这一次的型号呢，就是 PCH2，还有我们的830，看一下它们的外观。那我们这个 PCH2呢，也是依旧有这个美式复古的感觉。对。那我们雅马哈就全亮光的经典传统的低筒型。对。那这两款的话，除了它整体的质感之外，最重要的区别就是音色了。音色。那不同品牌的话，它的音色风格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没错。那雅马哈的话，它是比较浑厚，金属感强一点。金属感强一点，就是你们所说的金属感强一点。其实是要亮，比较亮的音色而已。就比较突出。然后伊斯特曼 PCH2呢，它的音色会比较温柔一点。沉稳温柔。然后呢，它每个频段中高低频的频段都是很结实、很均匀的啊。因为伊斯特曼它这个品牌啊，它是一直去钻研马丁和泰勒的一些吉他技术，然后再结合到自己的一个技术身上去做改良改进的，所以它的一个音色味道有伊斯特曼的一个味道，我们叫做。那雅马哈这一款呢，就是销冠的型号了。那 PCH2也是伊斯特曼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型号。如果是树哥，你是怎么选？我选的话，我会首选考虑伊斯特曼。对，虽然830啊，这雅马哈这品牌呢是一个国际大牌，但对我来说，我是一个弹琴这么久的人来讲哈，我是更加注重回那个音色和手感上面去。所以它能给到我的一个反馈啊，我觉得是很舒服。你要知道弹琴的人哈，一拿在手上一把琴，能不能弹得舒服，音色弹得好不好听，耐不耐听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它能给到我一个很均匀，也不会说很突出、很跳的一个声音出来，我觉得就足够了。那指弹技术档。指弹技术档，对。那树哥这种实力派的话，会更考虑这个 PCH2。那我觉得如果是比较全面的话，那就可以考虑830。830是 OK 的。对，就是如果你是小白，或者说想要进阶一把好琴的，然后又不懂怎么去选雅马哈，直接冲雅马哈就没问题了。
好，现在这2款呢，就是我们 Saga 的 A1 Pro， 还有我们这个卡普马的 F2M 枫叶款。那看一下它们的配置 ，F2M 呢就是云杉、古楴、苏木的一个配置。对。然后纸板上面会有一个枫叶的一个镶嵌。然后这个 Saga A1 Pro 呢，就是云杉沙比利的一个配置。对。那2款最大的不同呢，就是 A1 Pro 这一款居然是全单的配置。那这个性价比直接就拉满了呀。没错。那音色上面来说呢 ，F2M 它会比较亮丽一点，然后 A1 Pro 会比较温暖一点。那这2款琴呢，在我们店铺销量都是不相上下的。如果是树哥，你会配哪款呢？我会选 A1 Pro。对，虽然我还是颜粉啊，真的很喜欢这把 F2，但是我会更考虑到它的一个音色动态方面。在录音的时候啊，其实2把琴我都用过。录音的时候，它给我的一个整体动态反馈啊，还有音色的一个饱和度啊、共振都会更好一点啊，而且比较均衡一点。对，均衡一点。所以我日常练习的话，它用在我身上呢，我觉得会玩得更爽一些。那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选哪一款。如果你是考虑性价比，想要配置高，能直接冲 A1 Pro。如果你是想要综合性强一点的啊，也喜欢这个颜值的话，你直接冲 F2M 就可以了。是的，看来是 F2M 的死忠粉啊，咱们 Kyra 小姐姐。好，来到我们3000多价位了。那树哥手上这一把呢，就是卡普马的 G1，然后我手上这一款就是今年的非常热门的一款楚门的海豚物语。哎，没错，对，它确实是很火啊，超火，一囤难求。那这一款 TFL 桶型也是今天才刚刚到货，不然我都拍不上。那看一下它们的外观。首先呢，海豚这一款为什么会一囤难求呢？因为它是一个全单的一个配置，云杉桃花心亮光的一个漆面，对，加上它这个非常精工的海豚镶嵌，来看一下我们这款卡普马的 G1，它是云杉玫瑰木的一个面单呢。这一款的话呢，它其实确实不逊色于这个海豚物语哈。虽然说面单，然后我知道接下来 Kyra 小姐姐肯定问我，你会pick哪一款大树老师？我直接说了吧，我会pick这个G1多一点，因为它虽然说啊。是一个面单吉他，但其实它的整体音色爆发力很强，它完全是不输给全单吉他的，它非常接近有全单吉他的这个音色。无论你是玩指弹还是弹唱啊，这个音色完全都能驾驭起来，可以说是很全面的一款吉他。那这一款海豚物语呢，它是云杉桃花心的一个配置，所以它音色会比较温暖一点，但是它是全单的一个配置，所以它会比较通透。那这一款呢是云杉玫瑰木的单板，虽然它是单板，但是它有玫瑰木的一个加持，所以它的音色是非常结实的，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音色风格。对，如果是树哥，你会配又没有？我又问了，不好意思。对，那我就继续 pick 这一款了。对。那如果你是弹唱的话，我是建议你选海豚物语。那如果你是指弹档的话，我建议你选这个 G1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是颜档的话，你就看心情就好。看心情，因为2个颜值都非常高。对。好，那现在到我手上这一支呢是雅马哈的红标经典系列 FG3。那我这一款是卡普马的 A1，那它的配置呢是云杉桃花心的一个全亮光的一个配置，很巧，跟我这个一样。它也是云杉桃花心的配置，但是它是全哑光的。对。那为什么到这个价位还做一个全哑光的一个配置呢？是因为它是致敬自己1966年的第一款琴。而且它整个琴啊用的都是7分雅的一个硝基漆面，所以它整体的音色啊其实是很通透，给你一种哇很舒服的那种飘逸的感觉。对，我也觉得，因为它这个哑光跟普通的哑光是不太一样的。对，它没有那么哑，有没有发现？它其实是那种7分雅半亮的一个状态，丝光我们叫做，
就感觉很细腻。对，细腻是这个价位应该有的哑光，而不是那种传统的哑光。是的。那这两款的话，它音色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。那卡普玛 A1这一款呢，它音色是比较亮丽突出一点的，对，突出一些。那红标的这一款呢，它是比较温暖细腻的，很耐听。那其实你平时录音的话，你也能听得出来，就是你会觉得这个频段来讲，这个红标是比较均衡的，比较均衡。它而且整个音频就整个低音来说会厚实很多，有一种包裹感，舒舒服服的。但是A1给我录出来的感觉呢是比较直接冲向前的那个感觉，就是勇往直前，对，比较靠近勇往直前那种声音，它是很柔和的啊。如果要做个比喻哈，红标像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女生，那 A1呢更像那种温柔中带一点勇敢冲刺的男生那种感觉。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颜值对比。那红标3的话呢，它是那种超级美式复古感。对，然后卡普玛的话就是有一种精致高档感觉，然后它这个海豚的镶嵌也是非常的漂亮华丽啊，很多顾客就是冲着它这个颜值来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其实是比较全能的，它不仅是有一个全单配置，对，音色手感都是很好的，然后加上这么好看的一个海豚，因为它也是比较现代的一个审美嘛，我觉得这款琴也是我们店里面比较热销的一款。好，那如果不喜欢这么华丽、这么花里胡哨的一个外观的话呢，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红标3啊，它整体外观就是比较简约朴素，带一点复古感。那么它最值得一提的一点就是它用的是个擦色的一个硝基漆工艺啊。那这个漆面的话呢，它可以做的比较薄，而且呢可以让整个音色提升一个档次，更加通透好听一些。那树哥你会配哪一款呢？我会果断选择红标3，它是我的菜。好，到我们5000加价位了。那树哥这一款呢，就是经典的旗舰款，雅马哈的 LL16。那我这一款呢，就是卡普玛的 B1，没错，也是卡普玛的天花板级别的一个型号了。好，看一下它们的外观区别啊。那配置来说呢，它们都是云杉玫瑰木的一个全单配置啊。是的。然后都是全亮光的一个漆面，主要就是这个卡普玛的纸板会有一个洋花的一些树叶镶嵌，对。然后雅马哈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圆点设计，是的。那音色上面来说呢，我觉得雅马哈它会比较浑厚一点，然后卡普玛呢会比较亮丽一点。那树哥你会配哪款呢？我会直接考虑这个 LL16。可以看一下，其实我们还忽略了个细节，可以看一下情景。雅马哈16的话呢，它是一个5拼情景，然后卡普玛呢，它是一个一体式情景。其实5拼情景它整体的稳定性会更好。那同时啊，整个箱体、整个配置、音色给我反馈的话呢，是更加浑厚的一个低频，然后再加上它亮丽的一个声音，我觉得整个声音就很结实、很完美。再加上情景是比较宽嘛，对于我这种手大的人来说啊，无论是玩指弹啊、玩弹唱暗和弦啊，都是很舒服啊，容错率很高的。那我觉得雅马哈这一款确实是比较适合指弹档啊。对。那我这一款卡普玛 B1呢，我觉得它是综合性比较高吧，综合性强，就弹唱、指弹都是非常合适的，就是没什么缺点。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这两款琴了。那在我们淘宝店来说呢，确实雅马哈这一款人气会再高一点，人气旺。那卡普玛 B1这一款呢，也会有很多懂得欣赏它的人来选择的。那如果你是弹唱、指弹都玩的话，可以考虑我这一款卡普玛的 B1。如果你是指弹党的话，就可以考虑这一款雅马哈 LL16了。好了，那么到了万元价位呢，树哥和 Q 小姐有2款吉他是非常推荐的。第一款呢，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反鸟的子品牌8号全单吉他。那第二款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伊斯特曼的 AC422。看一下它的外观，
它都是云杉玫瑰木的一个配置。没错，那其实到了这个价位啊，这两款吉他的这个配置啊、音色啊都已经是很不错，拉到顶峰了。那8号吉他呢，它其实是复刻了马丁的那种复古音色啊，低频的那个音色出来的，所以它更加合适玩弹唱，玩一些布鲁斯或者一些我们的中保位、高保位的 solo。那这个 AC42的话呢，它整体的一个音色风格啊，我觉得会更全面。无论你是玩指弹、玩弹唱，都是非常合适的。那日系指弹还有一些爆发力的扫弦啊，玩起来都是很舒服。这个8号吉他呢，玩美式指弹，还有一些小清新类的指弹，不是噼里啪啦，玩起来会更加动听一点。那你会选哪一款？给我的话，预算充足的情况下呢，两款我都要了，不选了哈，因为弹唱指弹我都玩嘛。很贪心。那如果你预算充足的话，我会建议你玩不同的歌曲，可以选用不同风格的一个品牌，那这样才是最合适的。对。好了，听我们讲了这么多啊，不知道如果是你们又会怎么去选择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一下你们的想法哦。那双11马上就到了，赶紧把你们喜欢的吉他加入购物车吧。如果你还在犯选择困难症，那欢迎私信我，作为资深客服可以给到你一个非常专业的解答。如果大家有需要购买吉他的话呢，我们这边都会打磨调校再发出的，确保你们每一把收到以后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。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呢，记得多多支持我们哈，多多支持哦，记得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